Hello， 大家好啊，我是刘明飞。刚才我的 OPPO Watch 到了，然后叫我马上去拿。哎，现在有点小激动，走去拿着。走，兄弟们，快点，跟过来。嘿嘿嘿嘿嘿。整个箱子是非常大的啊，但是给人的感觉很轻，应该是还和之前一样的包装，就小小的一点点。好，我们现在来开箱我买的 OPPO Watch 4 Pro 啊，果然就这么小小的一个。好，我们来看 OPPO Watch 4 Pro， 小米啥时候出啊？我是等了这么久啊，等的我都买 OPPO 了。3、2、1，当当！我在线下我是试戴过的，我是觉得它这个其实个人认为还是比较大的，然后也还是一个弧面的一个设计。看一下它有什么东西啊，还是和之前一样的这种便携式的充电器，然后这里直接用 Type C 就行了。充电线，整体的外观质感是很不错的啊。好，直接不需要充电，直接就能开机。现在我们来开始设置，简体中文，设备互联同意，绑定设备，手表自动更新，确定，继续佩戴，允许，保守，继续。哇，这些表盘看起来都非常不错哟。我简单先用一下啊。上滑消息通知。假如你需要输入 WiFi 密码的话，这还是要在手表上面输入。我觉得这个可以改善一下，直接手机同步一下，我觉得这个功能会好一些。然后显示的话，我个人是肯定要把这个常亮显示给打开来的表盘。好，其他的就等我深度体验了，我再来给大家作为一个分享。它戴在手上是这么一个感觉。我是一个忠实的手表用户，这个大家看我做了那么多期手环系列的视频，应该可以看得出来。我之前买了 OPPO 的2代手表，体验了很久，也出了视频。因为微信的体验不是很好，所以我也没有长久使用。如今来到了第4代，首发价格也来到了2199。究竟表现如何呢？4 Pro 和上代一样是曲面屏的设计，曲面的屏幕，2199只有黑色款皮革的银色需要加配置。在右侧有2个明显的按钮，实际上中间呢是我们理解的表冠，另一个是电极，用于测量血管年龄以及心电。左侧是扬声器，方方正正的表体搭配圆弧过渡的4边，边框大小个人觉得还是会有一点宽。表带是使用的这种快拆，底部是新的传感器。就外观而言，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屏幕在这次全智能模式下支持了所有表盘的息屏显示。在丰富度方面也是挺不错的，有免费的也有收费的表盘，免费的表盘质量高，收费的表盘价格也只要3块。在我拿到它戴到手上的一瞬间，说实话还挺大的。我因为佩戴习惯了大手表，所以还是可以接受，但一般的朋友应该会觉得大，女生就更别说了。第二个感知明显的是系统的流畅程度，在这方面确实很不错，各项界面都非常的丝滑，这是我很喜欢的一点。智能手表可以做到的一些东西，我在这就不过度的重复了，因为功能确实都挺多的，像 eSIM 接听电话、NFC 等等都是一应俱全。手表上面的语音助手也和手机上的大差不差，发声查东西都挺方便的。我带大家一起看一下我们会使用到的一些基本功能。点亮屏幕就是我们的一个表盘，表盘的话就是长按，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这个个性化就是这些组件进行更换的一个办法，换一个表盘，这个个性化就可以各行这4种不同的数据。右滑是打电话、运动，然后检测60秒体检，然后这是软件商店。说实话加载会有一些慢，现在可以看一遍。这边就是一些日常的应用更新，这个就是所有的程序，这个待会儿再讲。再往下就是一个倒计时，这个天气，然后日程、电池。编辑的话就是改变它的顺序，往下滑是它的一个状态栏。这些东西大家都非常熟悉。和别的不同的是，它这里是有蓝牙耳机的一个选项，然后这个是切换全智能模式和轻智能模式。切换到轻智能是直接切换的，但如果是从轻智能切换到全智能模式，它是需要重启的。你看，开启。但是如果我们切换到全智能模式，咱们就是需要重启一下。
再往上滑，它是一个通知；往左边滑，它这边是一个咱们的今天一天的活动。我们直接看下面的这4环，分别是步数、消耗、锻炼时长和锻炼次数。我们可以这里查看详情：步数、消耗、锻炼时长、活动次数。这是一个睡眠、心率、压力，好，没有了。然后表冠的话，点击它是进入应用，然后把它选一下，它是放大，基本上就是这些。了解完这些，我们再来看看这次新加的60秒体检。它如果要使用60秒体检的一个功能，需要安装这些东西：一个激活心电图，然后下载健康研究，然后加入这个血管研究。再配合它的提示完成检测之后，它会给一个报告。好，这就已经 OK 了，确实只需要60秒钟。它未见明显异常，心脏健康正常，糖性正常，睡眠酣症正常。它会有心电、血管年龄这个血管偏硬，这个心率、血氧、压力、睡眠望温还需要再进行一次。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水平。望温可能不是大家想的那个体温啊，它是这个望温基线，我是属于再正常不过的了。我觉得这点是很不错的，当然这也只是一个参考，不能作为具体的实际的检测，但花60秒搞一下还是非常方便的。而在运动健康方面，我将做实际的演示给大家看看具体的情况。在此之前，如果大家最近要购买手机，正好淘宝百亿补贴数码节加补中，为 B 站 UP 主观众定制了专属的补贴通道，大家可以上淘宝搜索淘补贴011，或者退出全屏，点击评论区链接，还能领到我从百亿补贴给大家争取到的10万个红包，最高99元，人人都有机会，先到先得嘛。那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我挑选的几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像今年大家一致好评且性能超强的 Redmi Note 12 Turbo， 到手只要1649元，官方补贴了115块。像最近非常火的华为，它的 P60只需要3699，官方现在补贴了689，真的很值得入手。就连苹果的 AirPods Pro 2也是超值的价格，超强的降噪性能搭配苹果系统，补贴185元后只需要1498就可以到手，力度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除了数码产品之外，海量的零食百货、好吃、好看、好用、好玩的尖货爆款都在百亿补贴分享中。大家喜欢的麦当劳、肯德基、汉堡王等原价30食的套餐，现在也通通只要10来块。俗话说，该省省，该花花，淘宝补贴我就花。趁着淘宝百亿补贴进行中，赶紧点击评论区置顶链接，看看有没有需要的产品。除此之外，淘宝百亿补贴还有专属客服1对1的服务，买了就知道，体验嘎嘎的香。今年是淘宝20岁生日，相伴20年，淘宝想做更懂你的好朋友，小伙伴们还想要什么？赶紧在评论区给淘宝留言吧。运动方面，我们和佳明做对比，可以看一下某一次运动记录的情况。因为我是骑的这个共享单车嘛，所以一路都在贴边走，所以这2个其实都是非常准确的。基本上就是贴边走的，这个2个都是很不错的。而这次更新的羽毛球模式，我也是浅浅的试了一下。我在大学选的体育项目就是羽毛球，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项目。一起来看看和佳明的羽毛球模式的区别。它这个是这里会多一个挥拍速度，比如说我现在是66公里每小时，最大的挥拍速度是145公里每小时。正反比的这个比例是正手75，反手25。相比之其他的话，数据的话是会更多的。打了1个小时，它这边有这个算是平均的挥拍速度吧，58公里每小时，最大的挥拍速度是183公里每小时，然后最长挥拍是22拍。然后这些数据，正反手、上手、下球，然后耐力在中间一点，
东西就是这些东西，然后其他的我们结束看一下它有什么区别啊。我只是属于活跃和爆发型的，耐力、对抗、进攻都不足，但这也和我们打的有关系。挥拍次数500多，时间1个小时，活跃时长46分钟。正反手，心率最高是158。好，完成。来看一下佳明的，这个就是偏正常一点，它只有这些消耗。我们来保存一下，看看它有哪些东西。好，58分钟，然后热量消耗这么多，平均心率142，活动消耗这些，然后就完成了。这个羽毛球模式确实有点东西啊，这对于会打羽毛球的人来说，而且经常打羽毛球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助力。好，先让我休息一会儿。睡眠方面依然是和佳明做对比。在睡眠方面 ，OPPO 的和佳明的，我觉得都是算比较准确的那一波。而且 OPPO 的在这个 APP 上面，它还挺丰富的这个数据，大家可以看到浅睡，然后深睡、快速眼动、清醒，然后鼾震风险，然后呼吸率、心率范围、基准、手腕的这个腕温、睡眠环境这些，我觉得都非常不错哎。然后非常 OK 的一点是，它还有这个清醒时候的一个睡眠时间。个人认为它这个检测的还算是 OK 的，挺准确的。心率血氧，我们来和专业的血氧仪做对比，来看看具体的情况。好，心率这一块，我们还是和专门的这个医用的仪器来做对比。这是静止的一个心率，我现在来运动一下。我现在运动了一下，它这个心率，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这个心率很不准了。啊，现在开始上来了。啊，现在上来了。它可能这个反应的速度会慢一些。好，现在趋于正常，就是它这个传感器的速度可能会慢一点吧，这个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那现在他们俩的这个是比较统一的了，还不错。那现在再来看一下这个血氧。这是一台售价2199的安卓表环，只是上面这些功能可能不一定就值那么多。当然，它还可以下载应用，安卓系统的开放性给了它无限的可能，这是我们对它的期望。但实际的表现怎么样呢？首先是我们日常一定会使用到的微信，我们来看看实际使用的情况。这个微信，我个人认为不是一个在手表上面进行主动聊天的 APP， 而是作为回复的 APP 程序。我来给大家看看实际的效果。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发一个表情过去，它这边出现了，我们点击回复，它是需要一个时间进去才能回复的。好，比如说我点个 OK，它这边已经发过去了。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就是它如果是语音发过去的文字，它在这边显示的话，它会直接显示成文字。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效果，这样过去了。好，我们看这边的它这个信息，你看它自动会语音转文字，现在显示语音转文字中。
但是这个速度当然的话它会比较慢一些。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微信它只是一个临时回复的作用，它并不能像手机上一样这个正常聊天啊。你看它转了这么久还没转好，而且大家刚才我发信息过去的时候，它这个延迟是比较高的，它现在直接显示出来了。就是它如果是语音发过去的文字，它在这边也还 OK。如果大家想要和手机上一样这种实时的聊天，还是比较困难的。那我来用这个手表的语音来发一段文字，大家感受一下。你们现在听到的是由 OPPO Watch 4 Pro 发出的这个语音消息，大家来看一下效果。他在发吗？他在发，但是你看，这个真不是，所以大家就不要对这个的微信抱有太大的希望。确实，就是就这个情况吧。他来了，大家听一下这个效果。它这边到了，但是这边显示未发送不成功，这也是问题。现在听到的是由 OPPO Watch 4 Pro 发出的这个语音消息，大家来看一下效果。当然这个效果是可以的啊，就是这个即时性还是不太行。你看，然后假如这边我们发送了一张图片过去。好，发过去了，它这边是不能点击的，它只能有一个略缩图。我看不了呀，就是它现在是在发，这个短的快一点。我看不了呀。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它有扬声器，所以在手表上也是有很多的 APP 程序，而音质的表现我给大家浅显的听一下。个人认为它可能是安卓最好的手表，它在我的手里可以做的事情大概也就这么多。在官方的应用中心，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有的官方应用主要分为4类：健康辅助类、词典、音乐软件、汽车、电瓶车、钥匙等等。在我看来，确实是丰富了手表的一个应用生态，可以做一些正常手表做不到的事情。但我总是觉得安卓全智能手表好像还差那么一点点意思，好像它做的事情普通手表大部分也可以做，就没有很强的那种不可替代性。给我的感觉就是差一点那种用了就回不去的功能，可以下载丰富的 APP 是一个点，这点需要折腾，但这一点以前的2代也是可以做到。就说句实话，我没有太多的理由说服我一直去使用它。虽然它确实很不错，它最强大的特色无疑就是双芯片，这点很牛。续航在我去舟山的前一天充电，到了第3天电量还有30%，基本上4天的全智能模式是没有问题的。这对比苹果的智能手表来说是巨大的优势，这一块也确实很厉害。这次优化了芯片的协同，在续航上还更加长了。全智能手表我还是希望可以有一些更加强大的功能，比如说生态的连接，比如苹果预览录制的画面等等。我知道我有点吹毛求疵，但我确实感受如此。希望我的这些视频可以帮助到大家从实际的角度了解这款全智能手表。我是云飞，我会持续关注手表这块的内容，同时我也在这之前更新了很多不同品牌的手表视频，大家可以在这个系列里面去了解。如果这可以帮助到你的话，请务必点赞、投币支持。那我们下一视频再见。